最近我去了一趟欧洲，本来是很期待的一次旅行啊，结果呢，整个行程几乎被毁掉了。原因很简单呢，我生病了。那种感觉其实是很无奈的。你人在欧洲，然后呢，美丽的这个景色就在眼前，但是你就是没有力气去走、去看、去享受。那一刻啦，我突然就觉得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啊，就退休后啊，真正重要的东西呢，可能跟你想的不太一样。今天这个影片呢，我想用我这一次亲身的经历呢，跟你分享一个人退休后最重要的3件事情是什么。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Judy， 在美国生活超过40年，有8张专业执照。每周六晚上呢，美国东岸时间8点钟，我会固定和大家分享最新的影片。我做这个频道呢，是希望华人在美国少走弯路，享受生活，安心退休。这次旅行啊，其实安排的很好的，除了航班在出发前一天临时取消呢，我花了1个早上的时间重新安排，其他呢都算顺利。那到了欧洲的第3天了，就开始觉得很不舒服了，先是有点发烧，然后咳嗽，结果吃药呢退烧了，但是咳嗽一直就没有好，这一咳就咳了2个礼拜了。但一旦呢你的身体出现的状况呢，所有的计划几乎就瞬间归零了。你就会发现啊，再漂亮的城市你没有力气走，再好的餐厅啊你也没有胃口吃了，那再精彩的行程呢你也无法享受，甚至于连出门呢都变成了一种负担了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啊，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退休以后呢，你辛苦了一辈子啊，终于有时间有钱去享受人生，但是如果没有健康，其实什么都做不了了。所以第一个啊，我的感受非常的强烈，就是说退休最重要的不是钱，是健康。我跟大家分享2个我身边真实的例子哦。案例1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呢，他今年刚满70岁，那单身，他的退休金超过了800万美金哦。但最重要的是他身体很健康，他每天呢都会运动，也常常出去旅行，平常呢也参加了各种的社交活动。你会发现他整个人的状态是很有生气的活着，而不是只有存在。那案例2呢，就是另外一个朋友，他75岁，那之前呢配偶过世后呢，他就回到台湾生活了。那后来也找到了一个伴，这2个人呢并没有太多的退休金，但是呢因为有房子在台湾，所以呢这个生活成本在台湾也不高。那么这20年来呢，每天就吃喝玩乐，很自在，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经济压力。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？他们2个都很健康，而且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，他们也不用花钱出国旅行，就在台湾买了一台摩托车到处跑。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，健康呢是所有退休生活的入场券。不管是你有800万的退休金，还是80万美金的退休金呢，没有健康的话呢，再多的钱也没有用的，那再多的时间，再多的计划都没有用了。那第2个我这次感受很深的就是啊，如果退休后呢经济宽裕，那人生真的可以差很多，尤其是在旅行这件事情上面呢。第一个差别就是旅行客制化和参加大团。如果你预算有限的话呢，有些人可能就会参加那种30-40个人的大旅行团了。但是参加旅行团的几个问题就是，第一个啊，它行程很赶，那第2个你还要配合别人，有时候还要应付一些不喜欢的人，旅行就变成一种要完成任务的感觉了。那如果你有经济能力的话呢，你可以选择小团，甚至于客制化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想停多久就停多久，也不用勉强社交，那种体验是完全不同的。当然呢，你自己也可以做做攻略，但是可能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而且一般来说有可能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去玩的话，最后算下来的花费呢也不见得会便宜很多。毕竟呢，专业的事情呢应该让专业的人做，很多当地的导游他其实有很多的私房景点，还是很值得雇他们做向导的。好，第2个差别呢，就是飞行的差别了。比如说像这次欧洲旅行啊，很多都是8个小时以上的飞行，甚至于还要转机。如果是坐经济舱的话呢，这座位很小，那他的腿能伸展的空间也很小。那这样旁边呢，可能还有一些婴儿啦，或者是小孩子在吵闹啦。还有呢，坐在你旁边的乘客时不时还要出去上个厕所。就你在飞机上呢休息也休息得不好，那下飞机之后就觉得很累。如果有这个能力呢，可以升等了商务舱呢，你可以躺平休息，身体比较不累，那整个旅行的这个品质呢也会差很多。其实钱的真正价值啊，不是让你变得富有，是让你有选择权的。那退休之后呢，你要用什么方法旅行，要跟谁旅行，要怎么安排，很多时候呢其实都是由财务决定的。
第三个呢，也是我觉得很多人会疏忽的，就是退休后的快乐呢，其实是来自于心态。首先呢，是不要比较。那现在很多人退休之后呢，他会开始比说，谁过去去过更多的国家啊，谁住得更好啊，或者谁的生活更精彩啦。其实我真的觉得这样反而会让你不快乐的。有些人他一辈子也没出过国，那退休之后呢，他就在家里带孙子啊，种花种菜，那学习一项新的技能等等，他们也很快乐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是他们想要的生活。真正的快乐是来自于内心，而不是比较，不是别人想做什么你也要做，而是你喜欢什么，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。所以呢，今天我就用这次欧洲旅行生病的经验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了3件事情。当然第一个就是健康了，第二个是财务带来的选择权，第三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心态。很多人呢一辈子呢就在追求赚更多的钱，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呢，你有没有准备好怎么过退休的生活。如果你现在还在工作，我会建议你开始思考你的健康有没有在管理呢？你的资产配置够不够支撑你的选择？还有你想过什么样的退休生活？如果你希望能更系统的规划你的退休生活，包括了如何建立的稳定的现金流，还有如何规划退休后税的问题，那如何让另一半也有保障？那欢迎点击影片下方资料栏里面的连接和我约谈。希望你未来退休呢，不是有钱但不能用，而是有能力好好的享受人生。谢谢你的观看，请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、留言和转发，也非常欢迎朋友们呢分享退休生活的心得体会。我们下个影片见。